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。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在隆冬时节，人们都喜欢炖些汤汤水水，一碗下肚，浑身都热乎。鸡汤、羊汤、排骨汤等更是成为餐桌上的常客。不少家庭隔三差五就会炖上一锅。俗话说，每天一碗汤胜过良药方。不过有一种汤劝大家都要少喝：一、汤煲越久营养越好，小心引病上身。喝汤是人们滋补暖身的一个好方法。很多人在煲汤的时候都会陷入一个误区，总认为煲汤的越久越好，特别是在煲肉汤的时候，人们总觉得炖煮的时间越长，肉煮得越烂，食材中的营养就吸收的越多，汤的养生价值就更高。但实际上，炖汤时间过长，反而会导致食材的营养流失，口感也变差，其中的蛋白质可能会发生变性，影响吸收。更重要的是，无论是荤菜、素菜都可能含有嘌呤，部分蔬菜中的嘌呤含量甚至比很多的肉都要高。如黄豆芽的嘌呤含量约为100克含有50毫克，紫菜为100克含有270毫克，香菇为100克含214毫克。而嘌呤也是可溶于水的，随着炖煮时间的延长，汤中的嘌呤含量也会随着升高。若是长期的喝这种汤，就会导致尿酸升高，而高尿酸又容易引起痛风、慢性肾炎、肾结石等疾病，对健康十分的不利。所以汤不是煲得越久越好，久煮的汤大家一定要少喝。一般来说，蔬菜汤炖煮的时间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，鱼汤炖煮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。鸡汤、排骨汤、羊汤等肉汤炖煮的时间最长不要超过2个小时。除了久煮汤，这些饮食的陷阱也要小心。高尿酸如今已经成为继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后的第4高。据统计，目前我国高尿酸血症患者人数已经高达 1.7 亿，几乎每10几个人里面就有一个高尿酸。尿酸是嘌呤代谢的产物，虽然来源于食物的外源性的嘌呤仅在人体中嘌呤的 20% 左右，但根据研究，外源性的嘌呤摄入过多是我国高尿酸血症患者的主要病因。也就是说，大部分的高尿酸都是吃出来的，控制饮食尤为重要。那么还有哪些和久煮汤一样容易被忽视的饮食陷阱呢？一个是火锅汤底。吃火锅的时候，你通常会选择什么汤底？骨汤、菌汤、番茄汤，还是海鲜汤？和清汤锅的相比，这几种火锅汤中含有大量的嘌呤，经反复煮开后，嘌呤的含量就会进一步升高。和久煮汤类似，根据实验，随着煮火锅的时间延长，汤底中的嘌呤含量在6到10分钟时候就会显著升高，在30分钟左右就会达到顶峰。第二个是动物内脏，有多少朋友和我一样，对肥肠、毛肚、鹅肝等动物内脏爱不释口的呢？以前我只知道它们的胆固醇含量很高，殊不知它们的嘌呤含量也是不少。据统计，鹅肝的嘌呤含量为100克含有408毫克，鸭肠的含量是100克含有346毫克，而肥肠就是100克含296毫克。猪肝也不低，100克含275毫克。所以内脏的味道虽然很鲜美，但是却不能贪吃。专家指出，煲汤过久以及喝汤太多确实和肾病有一定的关系。相关的研究发现，炖煮时间过长，汤中的嘌呤含量就非常高，嘌呤高容易引发高尿酸血症等。尿酸高除了会引发痛风外，还可能伤肾。尿酸主要是从肾脏排出体外，过量的尿酸形成结晶，就会沉积在肾脏，阻塞肾小管，引起尿酸性的肾结石。更可怕的是，相当多的患者没有症状，直到出现肾衰竭的时候才发现。此外，
老火靓汤多以鸡、鸭、猪骨、猪肺等为主料，富含蛋白质。蛋白质代谢也要经过肾小球的滤过和肾小管的重吸收，从而增加肾脏的负担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肾小球滤过率会逐渐的降低，因此老年人喝太多的老火汤对肾脏的损伤更大。食物中的营养一般都是碳水化合物、脂肪、蛋白质、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。我们在烹饪的过程中，时间越长，温度就会越来越高，氨基酸遭到破坏，营养反而会降低，同时还会使菜肴失去应有的鲜味，维生素损失也越多。所以用这类食物烹饪时间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。在加入中药后，熬煮的时间最好控制在40分钟之内。青菜要在煲汤好后再放，否则营养将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。另外，我们在煮汤的时候，切忌先放盐，这样会使原料的水分排出，蛋白质凝固不易溶解，也会使汤水发暗，浓度不够，鲜味不足。肉汤应该在起锅前再放盐，盐放得晚，反而使肉质保持鲜嫩。另外，我们煲汤最好用冷水。有些人为了节省时间，就会直接用开水或者是热水来熬汤，但是这样熬出来的汤味道不够鲜美。用开水或者是热水来熬汤，食材速热后，表面的蛋白质马上就凝固，里面的蛋白质不能充分的溶解到汤里面。最好的熬汤用水就是冷水，而且要使食材与水一起受热，随着水温的变化，食材中的蛋白质慢慢的溶解于水中，味道就会更加的鲜美。不管老火汤它的味道有多鲜美，为了保证肾脏的健康，我们还是要少喝，或者是不喝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是多多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